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到赵露思鬼迷日眼，才发现草根赵丽颖强得可怕。赵露思最近摊上事儿了，就她那最新的运动品牌代言照，被网友喷了个狗血淋头。鬼迷日眼这4个字扎心了老铁。你说红红火火的毛衣多喜庆多应景，咋就拍成这鬼样子？眯眯眼僵硬的姿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 cos 雕塑。这照片一出，网友们炸开了锅，纷纷表示辣眼睛。看来娱乐圈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地方，对女明星的颜值要求真是苛刻到令人发指。想当年赵露思刚出道那会儿，肉嘟嘟的小脸蛋，清纯可爱，妥妥的幼态脸代表，路人缘那是杠杠的。虽然说不上倾国倾城，但绝对是清粥小菜般舒服的存在。戏约也不断，星途一片光明，眼瞅着就要跻身一线小花行列。可谁成想，这妹子偏偏想不开。网友一句4大普女，直接让她破防了。打那之后，就开始在变美这条路上狂奔，结果跑偏了。减肥减到脱缰，1.62米的身高，体重愣是掉到了70多斤，成了纸片人。穿啥都松松垮垮，跟个行走的衣架子似的，毫无美感。以前的灵气劲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还有那妆容，也不知道是哪个高人指点的，好好的甜妹，非要走什么韩系路线，结果画虎不成反类卷，浓妆艳抹的，看起来脏兮兮的，活像个网红脸，彻底失去了辨识度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画蛇添足。同样是草根出身，看看人家赵丽颖，那才叫一个人间清醒。前阵子赵丽颖出席新加坡电影节，那造型怎么说呢，一言难尽。贴头皮的发型，土到掉渣的衣服，被网友吐槽了个遍。工作室的电话估计都被打爆了，网友们纷纷喊话，赶紧换造型师吧。这审美简直是灾难现场。结果赵丽颖直接霸气回怼，照片是我自己发的，别叽歪了，洗洗睡吧。姐就是姐，就是这么飒。她才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姐活得通透。当然她也并非完全不在乎形象，只是她更明白，与其被外界的声音左右，不如活出真实的自我。还有天仙刘亦菲，那也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。面对身材、牙龈、溜肩等争议，她从来都是我行我素，根本不 care。别人说她胖，她就该吃吃该喝喝，健健身，但绝对不会为了迎合大众审美而过度减肥。别人说她笑起来露牙龈不好看，她偏不整牙，姐就喜欢这样笑，你管得着吗？别人说她溜肩，她还就爱穿露肩礼服，姐就是这么自信。你看人家这才是娱乐圈的正确生存之道。众口难调，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与其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不如取悦自己，活得自在洒脱。压力太大，那就学学杨蓉，累了就出去旅旅游，散散心。钱是挣不完的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诱惑太多，陷阱也太多。多少明星为了迎合大众审美，把自己折腾得面目全非，失去了自我。赵露思的翻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希望其他明星能引以为戒，别再为了追求所谓的完美而迷失了方向。毕竟真实的自我才是最宝贵的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只有内心强大，才能抵御外界的诱惑和压力，才能走得更远。2. 赵露思突发急症，微博被限，轮椅照曝光，发生了什么？赵露思的名字最近可谓是频繁出现在热搜榜上，不过这次可不是因为新剧上线或者什么红毯造型，而是一条让人揪心的消息，她身体疑似出了问题，
还被送到了医院急诊室接受治疗。这事一传开，粉丝们和吃瓜群众立马炸了锅。毕竟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明星突然进医院，这听起来就不太妙啊。更何况他的公司和工作室到目前为止一句话都没说，这种沉默简直就是火上浇油。大家越猜越离谱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有关他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乎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大型辩论赛。根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，当然这些知情人士大部分都是网友自己封的，人家是不是知道真相咱也不好说，但他们一致强调，赵露思在当天是因为突发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还有人拍到了她坐在轮椅上的照片，说实话，看那画面确实让人有点难过，脸色苍白，目光无神，一副虚弱的连站起来都费劲儿的样子。不少粉丝看到这些图片后纷纷留言表达担忧，有些甚至哭着喊着要给自家爱豆剂补品。还有粉丝回忆起此前曾见过他带病工作的细节，比如有人称某次片场他还吸氧坚持拍戏，这么拼命是不是早就把身体拖垮了？结果现在终于扛不住了，说来也是挺悲哀的一件事。不过你看，也有不少网友开始质疑公司的责任，他们觉得吧，一个艺人的健康管理应该是团队的重要任务之一，可偏偏这么大的问题爆出来，公司居然一直装聋作哑，这合理吗？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信息传播速度堪比光速的年代，大众可是对透明度越来越敏感。一边是明星生病入院引发全网关注，一边却是经纪公司死一般的沉寂，不仅没有安抚粉丝情绪，更别提发布什么正式声明澄清事实或解释原因了。而且你再看看赵露思自己的微博页面，现在也是显示内容不可见，据说恢复时间定在明年1月3日，这背后的意味让很多人大呼耐人寻味啊。于是各种猜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有的人推测这是公关手段，说可能为了避开舆论压力暂时隐身，也有人认为情况远比表面严重，否则干嘛遮遮掩掩搞得跟谍战片似的呢？至于到底哪个才是真相，目前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操作显然只会加剧外界的不安与怀疑。所以你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知情人士的小道消息反而成了一锤定音般存在，因为它填补了官方长时间保持缄默所留下的信息空白。当然啦，我们普通吃瓜群众还是要记住一点，那就是眼见未必为实，耳听更不能尽信。如果随便捕风捉影，把假象当真理，到头来也许只是自娱自乐罢了。其实除了对现状充满焦虑，还有不少粉丝转向未来规划的问题。他们最关心的是2件事情：第一，自家偶像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并彻底康复；第二，他参与的新项目，比如恋人和许我耀眼，接下来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？毕竟作为演员，这几年里赵露思真的算得上高产又努力，每部作品基本都很用心。然而，再敬业的人终究敌不过铁打的小命。如果这一事件能给所有正在追逐梦想的人敲响警钟，那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不过具体怎么安排，还需要等官方明确表态。只希望那些键盘侠不要趁机散播阴谋论添乱，好歹留点空间给病号静养行吗？我们换个角度想，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娱乐圈中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为事业搏命是奋斗导致身体亮红灯的大有人在，不分行业，不分年龄层。我跟你讲，就拿我们平常熬夜赶报告996工作制来说吧，哪一次不是把生命当赌注压进去才能勉强完成任务？但长期透支体力之后，总有一天会发现，上天欠你的睡眠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索回来。所以归根结底，
无论是谁，都该学会量力而行，劳逸结合呀。不然，即使拥有再多掌声与鲜花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当然啦，目前关于赵露思想要调养多久、生病程度如何等细节仍旧扑朔迷离。不过从整件事情来看，它提醒我们的绝不仅限于一位明星倒下那么简单。当公众人物变成新闻焦点时，他们既承载着社会议题讨论的平台功能，同时也是一种境界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与其盲目指责或怨天尤人，不如多反思一下自身是否也正陷入类似困境之中。而对于每一位支持者而言，此刻最重要的是冷静下来，多一些善意，多一点等待，用实际行动去守护那个曾经温暖过我们的笑容即可。所以总结到最后，我只能这样期望，愿所有付出辛勤汗水的人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也祝福赵小姐早日康复，新一年重新焕发生机。同时，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，也别忘记照顾好自己那颗疲惫又脆弱的小心脏